很多人到死也許都不知道自個兒其實從來沒有真正活過，這輩子只是在完成任務。直到我搬到西班牙生活，我才徹底看清，咱們的中年人根本不會休息，並不是說我沒有假期，而是說我們把周末過得比上班都累。在這兒，我看到了顛覆我們認知的另外一種活法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杜，一個42歲混在西班牙的無業油膩大叔。今兒我跟大家掏心窝子聊聊，為什麼咱們中年人活得這麼沉重，到底什麼是真正的會活着。你聽我慢慢說。比如咱們的吃飯就像趕路，着急忙慌的草草了事，尤其呢是中年人，吃啥都沒味儿。反正呢我是很久不知道什麼叫味道了，只知道到点时间了应付吃飯。你有没有同感？很多中年人不是在生活，是在完成任務。好容易熬到了周末，可費勁巴叉的帶着老婆帶着孩子一早出門擠出來出京的那個高速，還沒到達目的地，一想到周一上班的那點破事兒，就開始焦慮，完全没有放鬆的樣子。我不知道你啊，反正我上班那會兒手機是一定不敢關機的，好像我多麼重要啊，整個世界都需要我似的。反正手機一響，我心臟都會緊一下。這不是敬業，這是長期被馴服了。實際上是我不會休息，根本沒有一個不看手機的周末。現在仔細想想，不看手機不是一樣的活嗎？我當時已經被手機綁架了。其實我們並不是離不開手機，是離不開那個被需要的感覺。那兒已經根本不是工具了，是那個電子狗鏈。好不容易開到了目的地，看見什麼貌似都少不了拍個照片，還願意呢在朋友圈曬一曬。其實很多人去旅行不是看風景，是證明自己來過。現在想起來，那些照片看見的人也許無心的點個讚而已，況且那個照片從傳完那一刻就一直在你手機裡吃灰了，多半這輩子你都難得再看他一眼了。為啥？因為你根本不是在看風景。我說的是我自個兒啊，不同意的朋友可以在評論區給我。照片留下了，人卻從來沒有出現過當下。我們這一代人好像從來沒被允許過沒用，也就是說必須充分利用每一秒，不許浪費。這不，連出門放鬆這個事兒，時間管理的也都這麼緊湊。在我們河北老家，如果你閒着，那就是今天什麼價值没創造，也就是說你就是會有一種深深的這個負罪感。再聊聊那個該死的工作吧。我們中年人好像都有一種病，就是我不工作我就没有價值啊，我最重要。这就是中年人最大的那個幻觉，就是我不能倒，因為我是什麼哪家公司的老板啊，或者我帶着一個團隊啊，都指着我活着呢，等等吧。好像你一不工作，這個世界就要癱瘓了。哥們兒，你沒那麼重要，好嗎？我覺得我們最深的這個恐懼，其實不是失業，而是沒用。但凡你生一次病，你就知道誰都能離開你活着，包括你自個兒的孩子。這個有同感吧？問題是咱們什麼時候染上了這個病呢？不工作會死嗎？不吃飯會死，這個我知道。咱們聊聊西班牙吧。我看見的西班牙是中午的西班牙，學校的老師們出來聚餐，12點半出來，2點半慢慢的溜達回去。因為我接孩子的時間跟他們一起出校門，然後呢我孝送孩子的時候，人家慢慢悠悠溜达回去上課。那我兒子還跟我說呢，說他是我們5年級的老師們，怎麼走的比我們還慢？你瞅瞅。後來我才明白，原来人家這個慢不是落後，就是一种生活方式。咱們呢，这麼寶貴的時間，2個多點要
那不得見縫插針的，早已經開了2個多會了，咱們要不高效呢，對吧？那我們在趕時間，他們在過時間。人家下午6點以後，大家滿街邊坐着聊天，随處可見的酒吧扯上一条凳子，就跟聊得来的朋友們點上一瓶啤酒，2个多點。服務員也不着急，反正我一般點個 doble， 就是那個中杯啤酒，500毫升左右，且等着吧，哈哈，已經習慣了，一個人一杯這個 espresso 就能做2個多點，反正我現在還是喝不了這個，不習慣這麼意式咖啡。另外有趣的事呢，是這邊中年人不聊工作，我越來越深的體會到，工作和生活它是完全可以分開的。問題是，你能做到嗎？評論區等你，咱們嘮嘮。聊到這兒，或許你說啊，阿杜，那是因為西班牙人啊，西班牙中年人沒有壓力啊，飽漢子不吃餓漢的雞。我壓力肯定有，這邊的失業率、賬單、通脹哪兒都一樣，只是他們沒把這個痛苦當成一種優秀，他們不覺得把自個兒活成一個沒有感情的工具啊，工作機器是一件多麼有價值、值得驕傲的事兒。再說這個周末，再說一般的周日周末，這個城市就像斷電的一樣，除了當地的警察局跟消防局，全部下班，還有醫院。中年人要不一個人去海邊，一個人要去山裡頭，要不和幾個朋友或者家人一起去父母家一起去轉去父母家。反正周日的馬路上很少見到人。我經常跟幾個不錯的鄰居去山裡邊溜達，他們全程不看手機，我的手機也慢慢習慣不搭理他了。這兒才是正兒八經的看風景。我有時候就在想，我說也許一個城市真正高級的樣子，不是它有多少高樓大廈，而是它敢於不工作的那一天。有沒有同感？那就不用提西班牙父母的願意花整個下午陪孩子這個事兒了。這孩子真正的在一塊兒踢足球、玩遊戲全程都當孩子的好閨蜜、好哥們兒。反正這個事兒目前我還是自愧不如。雖說我每天都在和我兒子在一起成長陪伴，但是我還是在慢慢學習變成我兒子的這個好爹們兒。其實仔細想想，咱們國內的父母不是不想陪孩子，也不是不會陪孩子，我們只是不會慢下來陪孩子。老實講，剛一開始呢，我覺得他們懶，後來我發現不是他們太鬆弛，而是我們太緊了。我們中年人休息像在偷東西，西班牙人休息像是在活着。那為什麼我們中年人不會休息呢？因為我們從小被教育就是不許閒着，成績決定了一切，大人永遠都在互相比較，休息會被罵成懶，必須得有用，必須得優秀，必須你得扛着是個爺們兒。於是我們中年人最大的悲劇是一停下來就開始懷疑自個兒，我們總以為自個兒在養家，後來才發現家也在一點點吃掉我們。小時候總想着長大就自由了，後來才發現長大只是沒人心疼你了。你有沒有同感？此刻有沒有想起隔壁老王家的那個小明？反正咱們就不讓自個兒有一個踏踏實實的休息的哪怕1秒鐘。中國的中年人最怕浪費時間，西班牙的中年人最怕浪費人生。也許很多中年人一輩子都沒真正的曬過太陽，人都在海邊，心還在公司呢。來到西班牙後，我第一次發現，原來人活着不是為了永遠有用，而是為了有一天老了以後你真正的活過。我們已經為了這個完成任務走了大半輩子了，往後的日子咱們能不能試着稍微慢下來一點點，哪怕只是在這個周末試着把那個電子狗鏈關掉2個3個小時。別忘了，你先是個活生生的人，然後呢才是公司的誰的父母，誰的孩子。你說呢？我是阿杜，如果這期視頻讓你有那麼一點點的觸動，別忘了點讚訂閱，順便呢
把这视頻轉發給身邊那個還是總不敢關機的那個朋友。感謝你的陪伴，咱們下期接着聊，拜拜。